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杨紫小将出场，连续6年夺冠，凭什么说她至今还被设计圈排斥？杨紫刚从某笔财富中拿来一条价值几块钱的领带，就被冠以老帽的称号。真的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承认普通人士多么无力将他们的方向推向名利场。前段时间去央视练春晚会的杨紫，竟然被低头看穿。那时候有时尚杂志明确贬低杨紫的长相，说她公主头蝴蝶结真的很土气，不符合女明星形象。一反常态，很像很久以前的领头羊，被时尚圈审视的情况在杨紫身上至少发生过几次。以前杨紫在某个场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被时尚达人的小伙伴公然吐槽过，尽情发挥吧。圈内人抱怨多了，品牌方自然会有所顾忌，所以那些质量很好的支持，甚至是普通杂志的封面，跟杨紫基本没有关系。小花，像她这样的90后，开过几本前沿女性杂志，她一个也没有，封面不是汇集杂志就是电子杂志。我在媒体机构工作了20多年，我刚刚参加了2个时尚周。说实话，不仅杨紫被骂省，就连赵丽颖也逃不掉。某场合，赵丽颖因举杯敬酒被嘲老帽，因为据称是上流社会人士，品酒时手不能接触手背，一般手指的温度都会影响味道。但是赵丽颖不管是在做运动还是在吃饭录影，一般都是双手背负。因此，在设计圈人士看来，赵丽颖一点名气都没有。可能有网友会说，赵丽颖、杨紫这样的实力派艺人有没有风格资产没有关系，录音是他们的工作，但大家似乎忽略了资产背后的资本。总而言之，工匠拥有的资产越多，就越能为集团带来优势。这也是为什么众多专业人士疯狂涌入时尚圈以谋求好工作的原因，因为他们一时半会儿赚不到钱，而对于没有基础的普通艺人来说，想要获得抢手的资产谈何容易。本期分享完毕，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自由点赞关注我。02，杨紫腰粗，关晓彤腰粗，谭维维胖，女明星介绍世界图片揭秘地球现实。临近岁末，不同舞台将举办规模宏大的聚会，各路明星尽显魅力，尤其是各路女星，为大家带来视觉盛宴，稳步推进。最大的争论始终是罚款纠正和直拍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比如2022年的年终庆典，本来是女星争奇斗艳的场面，然而这些女星却展现出了另类的一面，比如杨紫的粗腰和谭维维不可否认的肥肉，关晓彤的肥臀，尤其是现场拍摄的照片揭开了这个当下的现实。1. 关晓彤。关晓彤作为童星出道，凭借出色的演技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话虽如此，关晓彤似乎长大后并不懂得挑剧本，也从来没有挑过自己的戏份。之前的影迷也纷纷翻脸，觉得她的演技在进步，她在恶化。不管怎么说，关晓彤都是逆天大长腿，绝对是上天的联欢会。不过这些年每次去聚会，荣誉途径的风格普遍让人失望。关晓彤的好处也不是被人展现出来的任何手段，比如在这次的晚会上，关晓彤除了继续发挥大长腿的优势，在精致的画面中显得格外的好看。然而，当你看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关晓彤并没有美颜频道的天赋。她虽然年纪不大，但整张脸都异常的狼狈，肿得厉害，基本上没法对比了。作为一名优秀的歌手，多年来她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的作品，而这一晚也为大家带来了非凡的综合演出。作为女明星，谭维维一向保持着完全自律的气质，不过这次的综合表现暴露了谭维维在服饰上的不足。在直播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谭维维整个人的身材似乎都赢了很多重量，在礼服的点缀下，整个人物都显得撕裂了衣服。2个单位的衣服都有同样的问题，这让网友直言无语，希望工作室能知道衣服的选择。3. 杨紫。杨紫直率的人设和演技也很不错，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但近几年却因为自己的个性被粉丝通过各种方式诟病。毕竟身为女星，那些人可是无数日常女人向往的东西，大家都希望那些女明星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身体。但在这次直播活动中，我们都认定杨紫现在不再是单纯的减肥，而是从以前的角度来看也是独一无二的。
不少网友表示，这次杨紫的脸变得很僵硬，不自然。不过大家也都注意到了通过实验室方式推出的精修图，一如既往的时尚，那些微妙的照片也被网友认为是全图。4. 曾黎，这是娱乐圈公认的大明星，也是很多演员都看中的一张脸，只是这些年他的脸一直在经过小的调整。比如在这次活动中，由于直播过程中没有光彩照人，整张脸都显得很肿。当很多网友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都想知道这个巨大的光彩是什么，因为在2022年，当时播出的影视作品中，曾黎的面孔被很多人质疑了，整张脸异常僵硬，假蚕和苹果肌也很突出，五官显得很不协调。5. 赵露思，赵露思平时以糖果的方式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些年拍摄的几部影视作品也都是通过很多人的途径得到的。当你看到通过工作室的方式发布的试用图片或电影时，它通常会给人一种完全甜蜜的感觉，而且你无法帮助但需要第二次出现。但是在这件事的某个阶段，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都胖了很多，在过去的敏感女星中显得很另类。面对这种情况，很多赵露思的粉丝都在不停地给我们大家解释，赵露思简直太苗条了。没有摄像头的时候，这似乎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但往往因为头框比例的问题，在镜头前感觉整张脸立马变成了120斤。另外，发型的设计会给人一种脑袋大、脸胖的幻觉，所以每次发布的正经图片和生图之间往往会有差异。其实这些年来工作室发出的照片和我们大家在现场拍的照片之间可能会有一个空洞，但是对于发烧友来说，我们都更倾向于相信在工作室的精致画面中，那些画面才是他们眼中偶像最真实的样子，他们的样子无非是表现了常人内心对美好事物的偏爱。其实每一个追求美貌的精致女星也都有自己的缺点，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些独特的方法来弥补这些缺点，而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非常努力地让自己变得更加可爱。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孩，她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可爱和有吸引力。03. 肖战新代言剪影已上线，3月23日可引入尊贵背书，标志认证可进阶一线。2022年以来，肖战开启了个人井喷代言合作，从需要粉丝的消极小人物到难以拥有7大代言的绘画，他已经成为家庭娱乐代言数量最多的第一人。全球影响过大的过度戒烟，背书也配合了拥有众多在国人心中享有盛誉的民间代言，守护着每一天每一个人都想要的商品。现在，肖战的新代言终于要来了。随着2023年首家正式推出新代言，粉丝们当然很好奇这会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消耗？呵，衣服？好的。奢华还是负担得起？会不会超过我的摄入量？在发烧友期待的目光中，全新代言悄然降临。它是饭菜，便宜，现在已经不能超过任何人的摄入量。年轻的发烧友应该为自己购买，年长的发烧友会为他或他的孩子购买。即使现在肖战不再推荐，也有无数网友购买。这是全国饼干奥利奥。奥利奥已经推出了资料，正式决定在3月23日正式宣布。虽然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但大家已经看到了肖战所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即便现在已经到了正式点名肖战名字的时候，但侧面的剪影也更能说明问题。应该没有人猜不出来那个影子就是肖战吧？更何况他在介绍自己为巅峰标志代言人时，还用了超一线神秘顾问、帅气迷人的热搜体质等字样。从这个内心戏的现代因素来看，除了肖战，还有谁能有超级线的资金呢？不得不说，这个代言在帮助肖战迈出下沉市场的认可度上，效果非比寻常。毕竟人以饭食为天的说法自古就有，零食饼干的生活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奥利奥在中国很有名，他的认可度真的比肖战本人还要高。尽管肖战已经是人生巅峰，但在网络上的差距就更远了。对于很多现在不上网的老人和年轻人来说，很难认识肖战的生活，而这群人不得不认识奥利奥，并为此挥标付费。尤其是肖战的黑粉组织，除了高手黑粉外，大部分都是青春期的年轻人，他们曾经用猪油擦过脸，不吃妈妈卖的东西，开小灶抢狗粮。狗
以及其他令人瞠目结舌的壮举。奥利奥的目标市场大部分是年轻人，不知道肖战代言后他们会不会高呼闪电避雷？同时，因为财务自由的匮乏，是否应该吃下父母通过渠道卖的奥利奥？如果他们在饼干上看到了肖战，说不定会被气死。所以，肖战的代言报道显然是令人欣慰的。他的粉丝圈中狂热者的摄入阶段是独一无二的。富家女当然可以选择 Gucci 等符合自己摄入阶段的商品，普通爱好者正在帮助他们。肖战志选择的路、新香饮、六神等生活必需品，小小趣泡、青岛啤酒、新氧道、百事可乐的生活也解决了发烧友的消费烦恼。现在奥利奥代宣，再加上66美、益达、奥扎克、多芬，发烧友的零食就可以解决了。必须简单说明的是，追逐巅峰主播并花钱购买食物和饮料是一种说法。胖人显然是脂肪，所有的食物和饮料最终都会变成肉。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